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阿文。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要帮你分析一下，你们现在适合复合吗？首先，我必须要提醒哈，塔罗会帮你分析一下你们能不能复合的能量，但决定还是在你身上。记得我们是帮你分析，而不是帮你决定哈。所以你不要太依赖塔罗给你的答案。我们之所以算塔罗，是帮你扫描一下你心灵的各个的角度，然后帮你验证一下你心里的空缺。然后会给予你一些讨论给你的建言，跟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建言。记得哈，不要太过依赖这里的答案。还有呢，我这边要再提醒一下哈，我的塔罗解牌呢，我不解逆位牌，原因之前就说过了哈，因为我看到一张牌之后，正逆位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的讯息，我会看整个牌面的局势来决定我要不要把逆位牌或是太过负面的能量讲出来。好，有些我觉得不应该说的或什么，我会把它收起来，因为我不希望让你们怀抱着希望来看，却带着满满的失落回去，好吗？我尽可能会给你们建言，来给你们更好的角度去解决你目前的问题。那么1、2、3，哈，你自己决定哪一个对你最有感觉。好，如果喜欢的话，请选好号码，我们就要开始喽。然后这是选到1号的朋友哈，来。我就直接抽了，不浪费你们的时间哦。要听一些前面的解释，请去前面哈最后的心得。OK，你们该不该复合呢？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该不该复合，塔罗只会给你一些分析跟一些能量的指引哈。你要听清楚其中的话，然后再决定你们是不是现在适合复合哈。不要完全依赖塔罗的决定哦。也许有时候牌面会非常明显的告诉你要不要复合，但你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分析，不要让自己的意志这么薄弱。OK，来，先看一张牌来看看你们两个人现在的能量位置在哪里好了。钱币七哈，钱币七的钱币七的这个能量哈，我觉得它像是一个正在发芽，就是说你们有所建立了，有所建立正在发芽，发芽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但是还没有到收获，就是还在期待收获，然后还不知道这个收获是落空还是可以。因为目前来说，如果一看要不要复合的话，我觉得他好像这里是告诉我说还没到点了还没到点，是因为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有某些部分还没有准备好。可能也是先不要急，我再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没准备好，还是什么？是哈，宝剑四的话，的确是了。宝剑四这个位置，这位置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叫你们要先停一下，或者安静一下。一般来说，这个不是在叫你停啦，是说这里这个阶段好像是属于需要再静下来一下的阶段。如果你一定要现在就要决定要不要复合，我觉得不是现在哈，它还没到，还有好几段还没走，七八嘛，至少走到八。以前不要说七八，至少八九，至少要等走到八，我觉得还差一点，还差一点。这个时候宝剑说要停滞下来的时候，我看一下啊，因为宝剑，因为宝剑四哈，宝剑四所存在的，它有一些本质是跟正义牌有关，就是说你们内在的平衡。它这个地方是说，它除了叫你停下来说，是讲说内在的平衡，哈，你们两边的平衡可能还不够。然后它有一点点风火元素，就是命运之轮的元素也混在里面了。比起宝剑四是宝剑是木星天平嘛，所以这个位置的确，这个就是还不要急，还要再等一下，还要去厘清一些事情。我看一下，是要厘清谁的事情比较多了？帮我看一下，六，权杖六的话，
他这里好像有说，其实快到了，快到可以复合的阶段，可是还是再等一下，就说还差一点点，还差一个推力哦。但这里我所感受到的那个推力不是你哦，那个推力好像还差一点点推力来推动你们有复合的契机。我不知道这个推力是可能要靠朋友，还是某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但是以权杖六来说的话，这个能量是有啦，有开始有，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力量，有狮子，木星狮子的能量，它其实有火能量。目前有一些一些隐性的火能量正在烧，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现在决定要不要复合，其实是还没。然后但是可以等，再等一下，因为有些东西还正在整合当中。不知道你看这个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有的时候它需要一些调和哈，就是说你自己的人生，你先想一想啊，也许你还没好，你确定你的准备好是准备的多好，然后对方你仔细观察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沟通啊，但是有的时候对方有没有准备好，你其实还是可以观察到，这边确实有一个调和的，这里有一个调和的气氛在里面，因为现在这个牌面四种元素都有啊，土、风、火。哦，no no no，少了一个水，不对，有，但水的比例不多，因为前面有权杖皇后，权杖皇后在这里有跑出来，但是权杖皇后在这里的水大概只占了。大概也就只有不到30%的水能量在整个大比例里面。就是说，如果这里是分100嘛，那如果各分1/4，然后1/4的水能量里面也就只有2成3成的水，也没有到，也没满，所以目前这里看起来就是整个情况还不到一个调和的阶段，因为我觉得复合这个字眼它还是要算是一种双方调和，或是整个达到一个稳定的情况下再复合。毕竟你讲的是复合，表示你之前分开过嘛。那就前面有一些事情，可能有各种的不结或结才分开，但是中间你们现在面临到要不要复合，还是你单方面的复合，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想面临，或是你想复合，无论是你个人主动的决定，还是对方要决定，还是你们两个有一点点默契，觉得好像也可以复合的话，目前牌面是说等一下。他等一下也不是说有坏事发生的等一下，而是说差一点。如果你们愿意等，或是你愿意等，他这边写差一点，好像差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有些推动的事情没有发生。我直接问现在有差一点点东西是差什么？看一下，差一些认同啊，看起来是差一些支持差一些。为什么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差一些表面的东西什么样子表面的东西？外在的因素，更多的水，这个时候水能量就给它补起来了，可能需要一些比较比较表面的吧，比较有些惊喜礼物什么的。这里可能看到的是你们的复合能量，你们复合的那个契机，可能不要平平淡淡的复合，好像要让复合的那一个点变成一个蛮有意义的时间点在复合，好像现在是这个气氛看起来，这个顺下来来看的话，目前我不是觉得你们的复合是
自然而然的复合。因为这里面我总共已经看到了3个命运之轮在里面打转了。你们说对，就是说，其实时间点似乎是到了啦，你们复合的时间点是到了，但是确实有叫你停一下的话，好像是说好像差了一个小小的灵感吧，一个复合的灵感。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那个复合有的时候，就像我打个比方，它很像它不太像是说你跟对方，然后说，我们复合好不好？然后对方说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复合，然后就复合。现在这个情况好像不是这个，它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时间点复合。这张牌出来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这个，因为它突然有一个爆发出来的水能量，然后这个水能量比较像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比较像是，因为这一张牌圣杯9，它除了有一种梦想成真达到目标，但是它其中还有一些能量是叫做被别人赞赏、虚荣的。虚荣到虚荣的就是表面的嘛，虽然也没有说对实质是有所损伤，就是说他这个虚荣的好，只是说他内在肯定是厚实的啦，就是说是真正的成功，但是他需要更多虚荣的赞赏或是虚荣的表面啊，就像反正他不是一个，就是这个成就不是一个人独享的成就的一张牌，所以他出现说，他给我的感觉是说，你们复合的那个契机点似乎没办法这么冷冷静静或是冷冷淡淡的复合。似乎有一点这个复合点有一个不错的能量，会在那个时候爆发起来，然后才复合，sorry，才复合。如果这样平平淡淡的复合，我觉得这个能量不够，可能好像是要创造什么新的关系什么的，反正就是要创造一个很不错的时机点再复合会比较好。等一下我再看一下。看一下，我先问一下他，我说，来问一下哈，你主动好吗？还怎么认飞？我想问看看说，这个复合的契机点是要你主动还是他主动？先问看你主动的话的情况，好不好？国王啊，是怎么办？他是要你主动看看，他可现在说你可能是这个关键点的重要角色哈。好吧。目前看起来他是可以支持你们复合了，只是说，因为复合这个概念，有的时候你不能我是觉得不要把它当成是说你们原本的旧关系，然后再重新再 run 一次。一般来说，复合之后，我觉得要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就是你要展现你的心在哪里。我不是说你心脏的心那个心的 heart，不是，我是说what about your new you know， 就是你新的内在，新的样子，新的东西。我不知道说你们分开这段时间彼此是不是了解，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契机点告诉我说，这个复合不可以再走旧的那个路，这个复合要有一个分界点，从这里开始之后就是全新的，全新的他，全新的你，然后再复合。我这边这个得到的灵感是，所以他叫你们现在先叫你吧，可能不是叫你们，叫你现在先缓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还在用旧的你去准备跟新的未来复合的话，可能这个能量就不够。他没有告诉你说好或不好，他只是会觉得说，这样子走入一个新的你们，可能能量不够多。虽然看起来你是有能力掌控这一个复合的成功与否，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这整张牌有点太过平衡，虽然做出来一个火能量这么强的皇帝牌但是因为这里是在讲说谁主动比较好，是
可是我还是看到这个牌面的平衡过于平衡，于是它有可能太过平淡。它也是可以平平淡淡的就在你们两个在某种默契下就复合，也是可以。但是总是一直在有一个讯息告诉我说，如果这一个复合点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的记忆点，来迈向新的未来，或是你们没有用新的自己来复合，走进新的关系，这个新关系的持续力或是丰富度都会大大降低，或是不够。好，也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毕竟这是复合啊，不知道你们中间隔多久。我觉得无论怎样，都是一个新的局面要展开，彼此都要拿出自己新的成长。我们先不管对方了，我们先想想自己哈，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新的你，去跟新的他、新的局面，然后就是新的未来走进去，还是就只是单纯的觉得说要从旧的，只是一昧的只想要复合，可是自己各方面都没有长进或者成长，成为有能力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我们真的先不管对方，我们先想自己哈，有吗？目前看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只是在盘面上看到需要这个提醒，才能够让新的未来有更好的能量出现。我再看一下，我看一张好了啦。对方现在的心态准备如何？对方现在似乎是已经整理过，也愿意整理过，也愿意背负分手前的包袱，然后复合，是有这个讯息出来，但是这个讯息不够快乐，他还在很多担忧里面。我检查一下这张牌，看一下这张牌，他算是抱持的蛮多希望的如果你们要复合，他蛮多希望愿景。他这一次回来要复合，他其实心里有抱了更多的想法跟愿景才回来哈。而且他也希望能够比之前更好。然后可能之前的一些缺失，他希望这一次能够让他具体化的实现。就是说，可能之前有答应过一些事情，想要去完成一些事情之前没有完成的，这一次如果再复合的话，他希望能够完成，不然这一次回来就没有那个价值，知道？那我为了什么我们要回来重演一个旧的关系？吼。不过这个牌出现，确实还是有印证了前面的那个直觉，就是对方也希望，如果要复合的话，必须是一个新的局面。当然了，每个人复合当然都是希望有个新的局面，可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有些人复合只是单方面的舍不得复合，好，然后完全忽略了或疏忽了自己在复合前的准备，或是复合前应该要做好的成长。再去决定要不要复合。因为如果你只是你只是为了复合而复合，而不是为了一个反省后或者应该说更新后再复合，这是很有差别的哈。有时候很多人是为了要急于摆脱之前分手的痛苦，而一有复合的契机就马上复合，可是却忘了自己其实还没有从旧的那一个自己成长成拥有复合，或是拥有迈向新未来的那一个资格，然后就一昧的先复合再说。这个其实是蛮不健康哦，是算是不健康的复合方式。所以回到牌面上的牌子是可以啦，他说可以复合啦，只要你们两个只要因为它整个元素它是蛮平衡的，是觉得复合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他总是
告诉这里面牌面有一个很隐性、很隐性的讯息，总是在告诉我说，因为他有好几个命运之轮在里面转，他一直在告诉我说，你就有点 transfer， 你变就是进化了嘛，变化了嘛，变成另外一个形态进去了嘛，哦。这个讯息一直很强烈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把它拿出来提醒你哦。复合 OK 也没那么难，但是为了你们后续的蓄能、蓄力持续力或是发展更加丰富性来说，在复合之前先审视一下你自己先或是如果对方愿意跟你一起讨论，你们两个一起思考一下这个复合的，你们两个都是否已经有所进展了，才就是个人上的进化。进步、进展、更新、update 各种新的 program 就是新的1.0、2.0有吗？对于未来的新目标，或是之前分手前的一些措施，你都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了吗？有的话，再考虑复合的可能性，好吗？这里来看，顺便帮你们翻一下未来3到6个月复合，先3个月的时机点好不好？6个好了，一般翻6个比较。哎呦，1、2、3、4、6，看一下，压住，看一下主考试的，应该说他是说第2个月啦。第2个月复合的能量比较好，第1个月是可以，可是第1个月要考虑更多，还在一个比较混乱。可是第1个月也是不错啦。第1个，就近30天，你们两个决定复合的理智度各方面能够复合能力也不错。然后第2个月的话，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你们关系会在，就如果说在下1个月的话，就是说如果下1个月决定的话，就是可能关系会在更进阶一点点之后再复合，也算不错了。然后到了第3、第4、第4、5个月就没有，第4、5个月好像有很多事情会烦到你们，然后会分心，就比较难，就是说会有所偏离啦。如果要复合的话，前3个月先快一点，因为后面会有很多事情干扰可能会就是价值观有点变乱，就是说事情太多你心里的生活重心价值观有点上下摇动。到第6个月也可以，第6个月因为半年后了嘛，两个人在某些物质跟生活方面都有所成长，有些进步，不知道是哪方面，各种，反正在比较具体生活上会有一些进展之后，再谈复合也是可以，但最好不要这个。总觉得好像第4、第5个月两个人都有点太过忙碌，要烦的事情很多不太适合在那个时候谈复合。但是目前前3个月可以比较能够谈，好像这个时候你们对于谈复合的专注力比较够，不会随随便便谈复合。这前3个还是可以，这个给你们做参考了，没有一定啦，只是说预测一下。你们对于复合这个命题在这6个月里面，哪个时间点会比较容易专注，比较能够有灵感去接受，比较能够感受这一件事情在你们生命里的价值啦。前3个月是不错了，因为后3个月讨论后3个月的，就是
可能他推测能力那个能量会慢慢落下来，所以也不确定说这3个月到底好不好，可是就没有特别强烈的牌出现，所以还是前3个月试看看，谈看看复合。然后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再看第6个月，就是明年5、6月的时候再想看看好了。前上半年先把一些事情弄完之后再想。那这段时间呢，如果你们彼此都有打算要复合，或是有想过这件事情的话，然后现在不想做决定，那你们可以每年上半年的时候都先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朋友的关系就好了，不一定要那么认真说一定要下定决心要复合。你们可以慢慢从朋友退回朋友这个关系开始了。好，也不要急，因为都要复合了，有些事情也不用那么急。OK， 目前这就是第一组的朋友，希望你已经听到你需要的建言了。再来是选到第2组牌的朋友哈，好，我们就直接来抽了，然后就不啰嗦了。要听其他心得，请可以到最后好吗？来，好，我们现在直接来抽，就是你们2个要复合的这个能量如何啊？这牌还不错啊，一开始就出现了圣杯3哈，就是我们以能量来说，你们这个复合的能量还不错啦，是属于一个蛮多欢愉的、快乐的、庆祝的能量在里面哈。只是这个复合的能量有点掺杂太多别人了，就是不知道这个是比较多朋友的支持呢，还是更像是对方刚从另外一个关系结束之后，然后不知道这个能量有很多种，也有可能是对方已经解决了他现在的感情困扰，然后决定要跟你复合或什么的，有很多能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先不考虑这个，我只是觉得说现在这个能量复合还不错，有很多欢庆的讯息在里面。我再确定一下，进塔罗再给我一张，为什么他给我这张牌？这张牌真是，峰回路转啊。一般来说，很多人会在这张牌就被吓到了，就是说，我觉得他可能，如果现在他跟你复合哦，我认为他可能在某一种短暂的关系里面结束了，他结束了某个短暂的关系，因为为什么我一直说短暂哈？因为宝剑3它的时效性不长啦，宝剑3的这个就是说，它的暂时性比较多哦，因为他这个3周他去4嘛，然后到4的时候就有一个命运之轮在推动，他一个加速就是 vroom 就去了4。好，所以他这个他其实没有，他虽然是很快就出现了，然后受伤了，然后这个东西不一定要解决哦，我们就直接到4去冷静下来哈。因为3里面还有一些正义牌啊，里面的正义世界在混合在这4个牌里面，那个能量在里面，所以其实看到3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很痛苦的，就是说一般来说3出现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内在调节哈，找到真相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目前看到的是他在讲对方吗？我看，我是不是忽略了？也有可能这是你的事情呢、就是我是不是忽略了？这有可能也是你的事情中，因为我为什么我觉得没有觉得是你的事情？因为一开始看到这个能量是先从你那边出来的一个很好的能量，不是从他那边，只是说我后来整个意念哈跟直觉突然偏到他那边之后，再抽出来是这个牌。所以我认为，我不知道你们关系沟通或什么最近有没有了解，但是我发现对方可能刚从某种关系里面结束，然后他也学到一些经验，得到一些真相，后来他才觉得你比较重要吧，好像是这个概念。我再抽一张，可以吧？我看一下对方回头的概念是哪一种，好不好？哦，他这个，哎呦，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不好？怎么办？我就选到2的朋友，我想要提醒你一下哈，对方想要回来，或是你想跟他复合，我不知道你这个复合的讯息从哪来，但我目前所觉得的是，这个复合的能量比较像是一种急救章的概念。我觉得不知道是你还是他吗？脑袋只有对方。
对方有一种想要逃离某些痛苦而回来的概念在这里升华。但是对你来说，哎呀，我终于知道了，这一开始就给3个哦，就是这个复合的情愫里面，不是只单纯是你们2个的啦。哦，我先想讲哈，如果你选2的朋友，你自己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你也准备好了或什么的，哦，但是很有可能对方真的是刚从一个痛苦结束，然后他需要取暖还回来哦。好，有这个可能性蛮高的哦，而且是很急着要赶快回来的这个讯息。好，但是这个讯息真不，我觉得这个回来的这个概念，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很纯粹的爱情能量哎，不行，我要抽。想问塔罗说，为什么对方这么急着要回来？哎，的确啦，以相较之下，这句话你可能会很喜欢听，就是对方可能做了比较之后，他觉得跟你比较契合，所以他想要回来。可是我必须说，这其中的危机就是因为有做过比较。哦，我自己也做过失恋的人啊，我自己也做过心爱的人被抢走，然后心里却觉得只要他们赶快结束，他只要回来，我都会需要他。可是通常这个时候都有一个超级盲点，就是你无法看清这个回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阶段太需要去有人来补缺你，所以才会想要复合。但是我必须说，可是这段分开的时间，在复合之前这段时间，你自己的成长到了多少？你自己的个人内在心理的强化有提升吗？还是你就只是一个单纯的等待对方来回来复合？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复合关系。好，就只是单纯的2个受伤的人要复合，那表示那也只是一种，怎么说啊？这么多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如果我先讲哈，你们是不是都会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些或者你们只有经历啦，就是你们刚好恋爱上一个刚失恋的人，然后很快的就能够进入爱情，所以关系还不错。可是后来持续性蛮难的，好，除非如果对方只是因为希望你成为他疗伤的人的话，这个关系其实蛮难坚定下去的了。那如果现在这个情况是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回来复合，而你自己也带着伤痕这样子复合的话，2个取暖的人会有一点点觉得这关系内在的架构不够稳哦。好，为什么？因为当暖都取到了，2个人的伤都疗好了之后呢，你们之前分手的那些问题还在吗？就是你们复合的基础概念是要把之前分手的那个问题都理清完之后再复合，还是只是因为2个受伤的人要复合呢？当然也是可以，只是不是很稳固的基础下复合了。但我觉得，如果你就只是要复合，我这样子能复合多好，只要能跟他复合我就好。那你 OK，那你可以这个方式复合了。好，只是后面要再花更多心力去建筑，因为这个基底不好啦，基底不稳，所以你可能后面要再多花更多心思去把前面因为分手不好的那个基础哈，在这一次好不容易复合了，不管是什么方式复合好，不管什么方式，只要复合了，就赶快再把这个基础打回来。要2个人一起啊，记得这种要2个人一起建立哦，不是你一个人单方面处理哈。单方面处理就很像是一个桌子的4个角，只有你努力负责做2个角，另外2个角也是对方要负责才会稳固嘛。不知道有没有听得懂哈？我希望讲到这里，因为它这个非常凌乱，我希望各位有一点悟性，能够听得懂我这么苦口婆心讲这一段哈。来，再继续抽哈，想知道对方对这个回来的关系能量它是什么？
又给了一个好牌啊！好了，我开朗跟正面一点看看这个关系啊。我确实觉得他需要你回来补足他的世界的完满程度啦、圆满程度。但我还是蛮担心这个啦，因为这个实在是速度太快了。然后，宝剑，不是宝剑，都是权杖八哈。权杖八又有权杖八有世界牌在这个里面的话，节制牌，我觉得是我如果啦，如果今天选到这个里面的牌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我先复合就好了，朋友，我这边看到的内容是说，好，因为他那个节制牌在里面就浮出来了，因为它其实还是有一个节制牌的情况关联在这个没有出现的牌里。因为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个节制牌在里面跑，它里面是要告诉你说，如果你要接受现在这一个复合的话，请你再多用一点心去把以前的问题整理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跟就是现在这个关系再重新复合的时候，会不会再重新出现？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让它解决掉，在新的关系里不要再重新出现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哎呀，怎么会说两条路呢？明明就只有一条路要解决掉。好吧，第二条路就是还存在，但你要跟他沟通哦，你要跟他沟通起来，你们两个要沟通面对这件事。也就是说，有些事你可以自己解决就解决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需要两个人一起沟通才能解决。就是我是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两条路，它就是一条路，你们两个要一起解决，然后一起沟通，不然你们干嘛要再复合成一个新关系哈？因为，我很怕这一个复合比较像是说前面分手的很随便，然后到这一个想要复合的这个时间点，时间也还不够长哦。然后这一段还是只是在等待3个月6个月都还是只是在等待着复合，然后两个人就只是先分开，然后去做各自的事。可能有人也去交了自己的新的对象，然后又失败，然后回来，然后现在觉得彼此更好，然后又在一起。感觉只是一个空窗期的出现，然后你们关系的空窗期出现，然后最后又复合。我是认为可以，但是现在在听的你，因为节制牌在里面跑出来了，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理清一下这个复合的价值在哪里，然后你跟他是否有进步，或是真的有准备好进到下一个阶段，所以你们才复合好。这个关键点，无论你去听哪一个号码，我都会讲啦。你一定要复合的话，你就必须看到新的未来、新的契机性的成长再复合，不然只是前一个失败的故事再多写几个段落而已，我没有办法翻到下一个篇章，那这样只是浪费彼此的时间，好吗？好，你记得一件事后，分手的痛苦也是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你分手时候的痛苦，你没有学到东西让你成长，你这个复合也只是在 copy 前面的故事而已。你前面的分手的痛苦或那个结，你没有学到东西。好，我们学到的东西是因为，总要进阶嘛，总要在新的篇章再重新写故事啊。好，因为我会这样讲，因为牌面的不安全感给我太重了。我觉得他这个进展太快，他这个对于直接进入复合，因为他这个牌让我看到的是，这个复合会很快成型，但是这个复合的速度太快，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会有很多担心。我不知道你听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啰嗦啦，毕竟我是真的看过很多故事，我自己有很多故事，然后有些东西就是会一直重复上演。而我发现了这个讯号，我就跟你说，因为目前是你在听这个，你会知道这个契机点就是，我觉得内在还没有协调好，就要接受这个复合有一点点辛苦啦。那我就是你复合之后，
你可能会一直面对重复的事情。那这个我觉得对你来说，因为我是基于关心你而已哦，来说，我觉得会有点辛苦啦。好，不如在复合前先辛苦的想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复合。因为这个节奏实在太快了。我再翻一下，我问一下塔罗啦，即便这样，他支持这个复合吗？没有了。女祭司牌哦，他觉得你内心的思维，哎，看他这个确实有跟上我的概念呢。我不知道是我的意念灌入了，所以他给我这张牌是什么。但是女祭司牌这里出现就是个女祭司牌就很简单，它就是跟你说，stop，你要停下，思考一下内在感性的那一面哈。你内在有些东西要达到平衡，这两个柱子嘛，那就是你要达到心理的平衡。所以我刚刚在看到这个，哎呀，我的确，因为像这个权杖8的下一个权杖9，权杖9的内在就有所谓的月亮，就是权杖9它就是有月亮射手出现。哦，所谓月亮射手就是所谓的女祭司，所以她女祭司这样子出现有一点点在这里的能量也在映射说女祭司的存在，然后现在直接出现女祭司牌，它确实是在告诉你说，在决定复合前你要停一下，好，因为这个牌的节奏实在太快，它就这样蹦蹦蹦蹦蹦就让它复合，就是好像可以这样子，可是它好像在叫你刹车一下呢。它这牌觉得有看到这个复合的节奏有点太快，所以我问牌子说这样子好吗？他给我女祭司牌，叫你停一下想一下啦，好不好？因为他可能针对的是你哦。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顺的时候，你就也停一下想一下吧。你还是觉得无所谓，可以复合那就复合吧。但是塔罗已经说可以停一下想一下。哎呀，觉得这个，再给我一张建议牌好不好？圣杯4，哎呦，他说要听一下哈，要听一下前面的，不要这个就跟你解释啦，就是他这个有一点像是我什么都不要知道，我就要照我自己的做，你们任何人给我的一些情感上的建议我都不要，因为祭司牌它其实有在告诉你说，要往你自己内在精神面去思考清楚之后再做决定哈，这个时候先停下来，就只停下来哈，然后这一个就是说有点在暗示你说不去想不去听哈，或是你旁边的人朋友，因为这里有讲。你旁边的人有一些朋友，或是给你一些劝告，说你听一下哈。他这个牌并没有说不要你去复合，只是就跟我刚刚前面说的，我觉得这个复合的基底还不够稳，到能够支持你复合之后的未来会比较安全吧，或是比较有如你所期待的那样子发展。哦，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这都太快了。还是算，我觉得还是有点看得出来，像是两个没准备好的人要复合哦。最简单的说法应该是这样子。好啦，希望你有听到这其中这些话里面的一些，好，来帮你看一下这6个月，如果你意识要复合的话，这6个月有什么比较好的机会点？6张了。1、2、3、4、5、6，这个时间点就大致参考哦，你不一定要那个，我就大致给你感受一下。我看一下，1、2、3、4、5、6来说的话，目前没有，都还蛮平稳的啦，没有特别好或特别坏的时间点。
就是都可以啦，没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所以一般来说，就是说这半年，如果你自己觉得准备好了、决定好了，你们就去谈看看要不要复合好了。这个复合之间的都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如果真的要特别好的话，我觉得第二个月可以啦。可是因为第二个月比较算是到了你们关系的分水岭，所以这个分水岭如果就是说它比较像是这个阶段比较像是可以进阶的时候，哦，然后到3月的话，如果没有发展的话，这个时候又是一个那个观望期，哦，但是也可以就是彼此在一起之后再慢慢观望，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差不多能量的，这里是有点可以收获啦。就是如果你要等到第5个月再来想这件事，或是可能到了第5个月，你们两个才会比较能够想通要不要复合这件事的话，可能第5个月会有比较多的沟通契机，哦。然后到第6个月的话，可能也是可以啦，就是它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哪个时候比较好，主要还是说在这个6个月，两个人如果要复合的话，还是比较属于沟通为主，哈，比较内在本质上还是属于观望的啦，就是不期不待，没有伤害的那一种概念哦。所以还是需要靠你们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去沟通、去理解对方，然后再看看要不要复合。好，是时间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然后空间各方面就以空间来说，只是觉得不要草率的复合就对了。好，这2号牌大致上的整理就这样，希望你有听到你的建议，好选到2的朋友，就这样咯。你们好，这是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哈，那我们就不多说废话，我们就直接来抽哈。然后，帮你看一看你们复合。先直接抽第一张，看你们复合的能量好不好哈。记得如果你想听后面整个3组解牌的心得，请到最后哈，我还会做一个总结跟一些漏讲的概念，我会帮你们讲出来哈。来，先抽第一张，看这3个能量，第3组的能量。好，第3组第1张牌的能量还蛮好的啦，哦，但是不一定后面发展是好，因为前面2组确实有类似的情况哈。就第1张他还是觉得说复合还不错，就是那种好的回归。就是说你们复合的，他塔罗算蛮赞同的啦，就回归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够说明整个细节，我必须要往下讲。来问一下塔罗说为什么要抽这张牌给我们哦，他觉得你们2个人对彼此还是很关心、很喜欢啦，就是很在意对方哈。整个情感面还是很交流的、很连接的啦。那彼此对彼此的热情也是没有太多的消失或删减哈。而且你们2个彼此都可以给自己丰沛的能量，而且平常原本这个关系就是能为彼此付出比较多，水的能量蛮多的，表示你们情感的连接还算是丰厚，有温暖的，没有。就是说，这个之前分手这段时间，无论怎么样，彼此还是有点关心对方的，然后还是可以，不错啦，就是这个关系还是可以啦。也就是说，你目前看起来复合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这关系好像2个人的关系已经建立的不错了哈。然后再抽第3张哈，为什么那个呀？还是就是这个哈。如果你们这个关系要复合的话，其实应该算是2个人都已经看到未来的方向了，而且好像彼此认同彼此对未来的价值观哈。连3张好牌确实是支持你们复合啦。但是以我解牌，你们听那么久哈，听那么几次解牌，就是太过顺遂的牌必定有恶魔藏在里面。所谓的恶魔就是说，它有一些小角落是我们没有翻出来的哈。那有人可能误解我翻出。一直往下翻出，因为如果看到太多好牌，一直往下翻。有人误解我这样子，为什么要把负能量翻出来？并不是要把负能量翻出来，而是你跟我们都不是全能的神啊。我们翻出来他是不是会给我一个灵感来去给你做一些小小的提醒？我们本来就应该达到一个平衡哈。如果3张能量这么正的牌，你会相信负能量就完全被掩盖吗？
我觉得还是不要这么茫然的就这样子走下去，所以我才说我们必须要往下翻看看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点。主要是因为我想要帮你找到一些绊脚石，会让你脚踩下去会痛的东西啦。如果我先帮你看到了，你先注意一下，不是很好吗？好，不要把它想成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负能量拿出来，好像是个乌鸦嘴之类的，不要这样想哈。苦口婆心就是这个意思。来看看哈，还有问讨论有没有什么我没注意到的啦。啊，那这牌我不知道脑袋出现任重而道远的概念，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复合还不错，好像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只是说这一次你们要再走下去复合下来的话，可能你们要多一点承担。可能之前分手是因为忘了去承担彼此的一些东西，而都是比较自私的往自己个人身上。可是这一次的新的发展下去，新的复合下去，可能要把1+1来当成一哈。我所谓的1+1，就是说你们原本就把它当成是自己一个个体跟自己的个体在一起哈，会变成是1+1等于2的一个两个人在一起的概念。可是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要变成1+1等于1，就是你们两个人成为一，就像是你们看一些你们平常朋友啊或什么，你们是看到有一些 couple 他们一出去，你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一体的。无论你们做任何决定，你们看到他们两个人都会把它当成一个人做决定，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的概念。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交往的时候，别人看你们还是一分开，它表示你们两个人还是不够契合。可是这个不能怪别人，因为有的时候是你跟他彼此的默契，或是你们两个人给别人的感觉，让人家觉得你们是1+1等于2是分开的东西。所以这里的牌哈，这里比较像我这边得到的讯息是，如果你们要复合的话，记得哈，尽可能回到是两个人是一体的那个概念来复合。因为这里看起来是说还蛮支持你们复合的，但是你们要进阶。既然都已经要复合了，就进阶哈。而且也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之前分手到现在要复合的这段时间，两个人的成长还不错。因为前几张的牌都像是一种思考清晰之后才做这个决定的能量有出现，然后到第4张牌还是一样是这个概念哈。哎呀，看一下，而且目前看起来你们是能够把你们这一次的复合可以把之前没办法做的事情更好的完成啊。我觉得看起来确实是你们的成长还算不错，然后可能经历了一段落的人生的经验丰富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最适合我的，就是说最适合我的，让我最快乐的，我最想念的人，可能就现在这个想要复合的人。好，你们两个有这个共同的默契，所以无论你现在的角度是你单方面想复合，还是已经两个人有一个这个默契在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试着谈看看说复合这件事情的内容，因为这边看起来是目前价值观有融洽起来哈。以三副选择来说，这个的情况走向都算是比较好的哈。不过目前我是已经有看到比较不好的讯号了，就是你们会背负着一些上一次分手的时候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你们现在是有能力能够面对之前的一些之前的问题，而且可以在现在的这个成熟度都能够面对能解决的，这个我就不担心了，所以我就没有多说什么。然后再来抽一张牌说，如果两个这次复合能遇到什么样子的困境，可能的啦，不一定会有的。来横的，这个的话也还好，就是火能量突然这样子烧起来的话，这也还好，没有什么，也没什么困境啦，反而比较像是，如果这个牌这样出现的话，我反而比较像是这次火能量都太多，我觉得，这里给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人现在彼此的魅力啊，跟追求者都有别的出现哈。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权杖国王其实他带来了另外2张牌给我，一个就是权杖5跟权杖7，这2张牌都是有所谓的别的对手出现的概念。为什么我插会出来？因为权杖国王包含了5、6、7 3张牌哈，在他的那个能量范围里。因为我问他说这是什么困境，他突然会这样子，他突然就会暗示我说另外2张牌要出现，所以我会把它讲成是说你们两个现在都可能还算是蛮有魅力的人，所以你们有自己各自的追求者，所以会比较希望说，如果你们要复合的话，希望你们两个的
专注力能够多专注在对方身上一点，不要有所谓的太多选择。好，因为如果彼此有过多的选择，会成为你们这一次复合的难题哦。好，你们不要把其他人考虑在里面。如果你要复合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一个决定的专注力在彼此身上，好，来对未来的展望啊，未来的价值观哈，都去多多思考，来去专注在这一次复合的本质上面哈。那别的追求者或是其他的魅力，或是你自己也有感觉的人的话，麻烦哈在这一次的复合的讨论里面先提出起来，因为这个复合的能量还不错啦。虽然它旁边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概念也是有，但是我没有感，我觉得能量也不够强。它没有，因为它整个内在的木星能量、命运之人推动的能量是在这张上面。好，然后其中有力量，也有力量牌，狮子座在这里面跑了串，所以就专注在你现在想复合的这个人身上，跟对方一起专注在这一件复合身上。至于要不要马上复合，是也可以，但也可以不用那么急，因为其实这关系已经算蛮好的。你们有没有马上要确定要复合关系？我觉得都无所谓，因为我觉得现在两个人的互相的认同感跟价值观还蛮近的，也蛮高的，还可以啦。这个牌还算不错，这个是你可以控制的局面啦。你们两个可以好好想一下，讲讲看看有没有复合的可能性。好，来，我再来抽一张，看看有没有什么塔罗牌需要跟我做提醒的。来抽这个好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提醒，只是说这还算是个不错。这里看出来的是说，现在也算是个不错的点啦，可以试着去讨论。为什么我一直直接告诉你说现在可以复合这个句话没有讲出来？因为我觉得不好，我觉得这样子讲这整件事情不好。就是说这样子，我一这样讲就变成这决定你不在你身上哦，所以我只会跟你说，告诉你说，现在这个契机点来讨论这件事情算是不错的，还可以，它算是一个升华阶段性的内在唤醒，没有什么，你们两个也算是彼此很好的心灵的助力，这个时候，复合，这的确是到现在还是没有看到什么大问题。无论如何，如果你们彼此有默契有在的话，可以试看看讨论一下这个题目啦，或是就先复合看看也可以，但是不要太急躁哈，因为这里面的火能量实在太多了，太丰沛了，又火，你们不知道已经不知道冲出了多少火，然后最底下还有狮子座在跑它那个火能量实在太强大，有点怕冲动过头啦。或者也有点怕彼此的那个两个人热烈的情感在底下串流的太快了，本来只是一些小小的火苗，变成火把、喷火、火球啊这样子烧起来烧太快，然后一下把你们两个人，因为火能量这个东西是烧得快，烧得快一下就没有了。我很怕说这火能量前面的澎湃太快，然后一下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以一个比较有远瞻性的概念去想想这一个复合对于你们的新阶段的展望，往那个方向想，不要让这个热情在一开始就给它用光是这里面有一点点失而复得的快乐也在里面有啦，所以你们可能还蛮快乐的，但毕竟是复合拿出多一点理性来考量一下这个，来成熟一点面对这个复合啦，毕竟是新的看来第三还不错，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的问题来帮你看6个月内有什么时间点是比较好的阶段你也不一定要照着那个6个月啦，就是看6个月算是一个趋势的显现，你可以看看哪里可能会好一点。我只是可能告诉你有点算是一种建议，可能的预测1、2、3、4、
OK， 水能量真多。来5、6月就先不要啊。前4个月的话，最近这30天，如果讨论这件事的话，还算蛮犹豫的哈。不过这3个月 OK， 你们可以想一下啊。这个月比较像是说，你们会突然想到你们以前过往的快乐，所以这个时候算是复合点，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对彼此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所以对未来的展望或是内心的许愿有点变多了啦。因为可能也遇到了新的彼此，对愿景有点增加很多。然后恋爱牌出现在第4个月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会看到恋爱牌就觉得是恋爱要发生了或什么。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这个，我在这里看到的是到第4个月可能会有别的诱因出现哈。就是我觉得你们2个在这个副牌的魅力都太强了，一直有一种往外扩散的能量，一直有一种外溢的能量、溢出的能量在去吸引着别人。然后到第4个月这样出现恋人牌，恋人牌它有一个就是说用片面的好感会不断的喷射哈。所以到第4个月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你们会吸引到别的人，也会同时吸引到彼此更多，因为你们的能量跟爱情能量有点爆射出来，所以到第11个月，你们彼此的喜欢浓度会增加，然后也会有喜欢你们的人哦。就这趋势是这样了哈。然后到第5、第6个月，我就不说了，我觉得那个会有很多别的难题啦。我是希望，如果你们要复合前面这3个月，可以尽量试着发展一下，可能这5、6个月的这情况就那个会被消弭，会被盖过去哈。因为它也不是预测说事情一定会这样发展了，只是这个能量，这后面的能量都太弱了，太低迷跟太混乱，太流于情感面，太流于一些外在的复杂性来去干扰。所以这里就是看看，下个月之后的3个月，你们看看了，反正也差不多可以接近。如果以最近来看的话，可能就是情人节那些，你们可以试看看。反正选到3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整个情况是乐观的。好，然后如果你会选到3的话，看你们成熟度各方面也不错，可以试着讨论看看咯。所以选到3的朋友，祝福你咯。就这样，来到第4阶段领取好运。好，来今天一样随便吗？随机抽3张塔罗来看看。今天晚上给你们的好运是什么？然后等一下第5阶段是今天解牌的心得分享哈，有兴趣的可以去听，可以听到一些解牌的小秘密，我会告诉你们。来，张出来，3张好了。来啊，看给什么？OK， 很简单。你现在有这个，你今天要领取的好运是，你现在正在面对的难题，很快就要突破了。OK，差不多可以到你放下这些负担的时候了啦哈。整个爆发力很强，所以别担心你现在要面对的事情就很顺利的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的能量很强哈。OK， 所以有机会领到这一个好运的人，朋友，你们相信一下自己哈，最近你想要面对的事情能够如愿的解决，就这样咯。来，接下来是来听今天的心得。好，今天这3张牌看一下。这个牌组是我今天的心得哈。今天的牌组，这个牌组是我后来要算，因为平常在算这个，之后这比较先不聊这个牌啦，反正放在这边给你们看。我聊一下今天的解牌内容哈。今天的解牌有三个情况都不太一样啦。反而2号牌的也不是说它是一个困境，而是第2号牌我比较多担心是，因为这个经验我也有啦，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一个分手的痛苦里还没有爬出来的时候，就一有复合的契机的时候，我们会立刻把它抓住，先复合再说。可是通常这都是算是比较危险的。所谓的危险是心灵上的危险，就是说你跟他可能都还没有准备好，你们就只是想要再复合。可是当你们心情上跟疗愈之后缓下来之后，其实原本的问题其实还是在那里哈。以我的经验来说啦，时间还是要拉久一点。
我觉得复合的阶段哈，复合应该要拉到两个人都有所新的变化之后，然后你也从旁边观察他，或各方面他也观察你，发现你们两个的心态还是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再好好谈一谈要不要复合这件事。而且有的时候哈，有些断联啦，就是已经断联了一阵子都没联络，后来突然再接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会太想把它握住哈，而且忘了观察一下对方其实也还没有变成你所期望的那个啦，只能说有的时候回忆就把它当回忆了，因为要复合它就必须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展开。然后呢，我需要提醒一点哈，当那个复合的契机点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契机点确实是更需要让你缓一缓，停下来看一下。今天的牌哈，1跟2号牌都有出现这个牌点，就是塔罗牌有叫你们在复合前停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不管是牌面还是以人性或是经验经验来看的话，有的时候在快要接近复合点的时候，你反而会是最盲目的，因为已经快到手的时候，你只要伸手就能得到的时候，你那时候会有很多盲目的点会出现。然后你今天如果往后退一步再看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花个一小段时间，1个月几天，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还好，我那个时候有看，还好我那时候没有马上决定要复合，我看到了某些点，我觉得还不行。你知道他有时候会有这个契机点哈，所以我这边需要提醒就是，不要被痛苦牵着鼻子走着，叫冲去复合，记得这个点哈。我认为当你要决定复合的时候，通常痛苦指数要非常低，你才有能力去决定要不要复合。好，这个能力是你个人的品质也准备好了，而且你的心也看得比较清楚了，是这个品质。好，你的观察整个现实跟观察整个事实的品质跟能力也都存在的时候，再来决定要不要复合才是对的哦。好，如果你是被痛苦跟寂寞这种东西牵着走去决定的，通常都是上了同一条船而已。你原本已经抛下的那条船，或是你已经从那里跳下来的船，或是你从那个船被赶下来的那条船，你要想想你为什么要再跳回这条船上哦。好，这是一个老人的建议。我这一集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笑声或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当我如果牵引错了、指引错了，我怕你们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啊，或是再重新 repeat 一次类似的痛苦，我不想看到这样子。所以今天我整个声音或各种姿态都压得很低了，跟你苦口婆心，记得苦口婆心跟你讲这些。好，希望你有听到这里的朋友，你能够在复合这一件事上再多加思索，多加观察，多让时间带着你去理解跟消化你该做的那个决定，好吗？就这样哦，这就是今天的丰盛而闻，祝福你们，来，下期见，拜拜。